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此前，中俄核研大飞机项目被曝出现巨大分歧，俄罗斯对 CR-929项目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被传出有可能让中俄联合研制解体。外界还猜测到，我国将会单独研制 CR-929，并将名字改为 C-929。对此，外界众说纷纭，但近期俄罗斯方面却表示要加快 CR-929的研制进程，还主动找上中国要求合作，甚至是分享核心技术。据了解，是因为俄罗斯被欧盟给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悉 ，CR-929项目是于2016年开启的，由中国商飞和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合作研发，名称中的 C 和 R 分别代表中国和俄罗斯。2020年，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正式宣布 ，CR-929将会于2021年完成研发，并且于2028到2029年首次交付。如此说来，中俄双方联手研制 CR-929客机，基本上是大局已定，打破了早些时候外媒宣称的那些因意见分歧而导致停止项目的言论。据了解，按设计来看 ，CR-929的机长全长为63.3米，翼展61.2米，高17.9米。一架 CR-929的重量大约相当于6架 ARJ21或者是3架 C919。如此看来，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飞机。而正因为其拥有庞大体积和重量，所以也意味着其将会拥有惊人的航程和载客量。据了解 ，CR-929的航程可达12000公里，可以满足我国市场95%的需求。事实上 ，CR-929项目的立项初衷是因为全球商用飞机领域已经被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垄断了多年。中国同俄罗斯联手发展属于自己的宽体客机，既能分摊成本，还能扩大市场。然而，此前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就在接近尾声之际，中俄双方却出现了分歧，而且俄罗斯方面呈消极态度。对此，据了解，关于 CR-929项目，我国希望能够在合作中共享技术，而且保持本国的飞机市场。但俄罗斯方面却不这么想，俄罗斯不希望将技术分享并获得外部市场。事实上，我国寻求同俄罗斯合作，是希望通过资金的引入来让俄罗斯提供 CR-929的核心技术，打的就是用资金和市场来换取技术的主意。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高昂的制造成本加上电子设备方面的短板，就算单独研发出一款大飞机，在市场上也不具备优势，所以和我国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但俄罗斯方面一边拒绝将技术共享，一边还要求我国提供更多的资金及市场。有很多网友表示，按理来说，既然由我国提供了资金和市场，那俄罗斯方面就不应该抱着技术吃老本。但俄罗斯方面就是不同意技术共享，所以该项目才一直推迟。然而前段时间，俄罗斯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就像一夜之间想通了似的，继而转头要加速与我国的交流和合作，并对 CR-929客机的研制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有相关消息显示，今年年初，俄罗斯希望两国能在这个事情上加大合作力度。这转变如此之快，也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实际上，俄罗斯的打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直以来，俄罗斯都自诩为欧洲国家，但反观欧洲方面，却是一直以微妙暧昧的态度对待俄罗斯。之前，俄罗斯同欧盟谈成了一个新的合作，就是所谓的北溪2项目。俄罗斯方面可谓是高度重视该项目，并集结了大量的资金来拿下这个项目。在北溪2号项目上，俄罗斯可以说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当北溪2项目所需要的天然气管道造好之后，恰逢拜登上台，美国直接砍断了该项目。重新采取敌对俄罗斯的政策是拜登上台后做的重要大事。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能源范围，在世界上打压俄罗斯，甚至还策划了街头活动。失去天然气订单的俄罗斯没办法，只能回头找中国。而合作的第一项自然就是 CR-929项目。为了抓住这个项目，俄罗斯方面能拿出的最大诚意就是 CR-929的相关核心技术。对此，有不少网友表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反正最后结果都一样的。因为美国要求欧盟立即停止同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项目，所以欧盟这边为了博取美国的好感也是没办法，只能和俄罗斯划清界限。而美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是不允许俄罗斯涉足的。俄罗斯修建管道、签订天然气进口订单的行为，在美国看来就是在抢生意。毕竟俄罗斯的天然气相比而言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从现实的利益需要，还是未来的战略目标，美国都必须施加压力，叫停该项目。反观俄罗斯方面，拿出上百亿欧元补贴北溪2项目，这下项目叫停，令其元气大伤，其只能主动与中国合作了。
我国拥有第2大的民航市场，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俄罗斯又不傻，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